欢迎来到杨澜对话。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就是蔡澜先生。那我们知道呢，蔡澜先生有很多的称呼和标签。他曾经是非常有名的电影制作人，他是一位美食家，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这些称呼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生活家。我对生活家的定义就是能够让生命保持鲜活的专家啊。其实说到底，人活一世呢，不过就是3万多天，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个活法。所以今天很想跟蔡澜先生聊一聊他的活法和他对于生命的看法。蔡三，你好，您好。蔡先生，今天这件衬衫选得好看，紫色的，是，还有点荧光色。然后今天您还给我带来了礼物，这是什么？这些我做的咸鱼酱。哦，您做的咸鱼酱。我最后我做了很多事情，卖了很多东西，只有这样我最喜欢。所以带了几罐给你尝尝。看到。我闻闻啊。哇。那个香有风味啊。我们到外国去，最后都希望吃一点家乡的口味道，这个就是这个咸鱼酱，就是特别香港的味道哈。这个有一种咸鱼叫麻油，麻油的，只有这个麻油，做出来的咸鱼酱，特别好吃，特别好吃。我们都是一条有这么大吧，去头啦，剩下一块肉，那么拿那个肉来做成咸鱼酱。哦，所以这是手工来做吗？手工做，成本很高。你看现在其实手工做的东西就是会贵嘛，对。但是你要坚持一定要手工做，对不对？好像有人想要批量生产，你还不同意他们来做呢。因为他用的咸鱼不够好，不够好就把我名字给浪费掉。那么我为了这个咸鱼酱还开了一个杂货店，这个杂货店呢就专卖咸鱼酱。专卖咸鱼酱，您像您这举个例子，就是为了喝一杯牛奶，还养了一头奶牛。那我也有礼物送给您哈，您这个是咸鱼酱，我认为是很有香港的风味啊，又是您自己亲自选材来做。我送给您是咱们武夷山的岩茶。对，谢谢。武夷山的岩茶，我知道您爱喝茶。而且好像什么都送人，就是茶不送人的，所以我把茶叶送给您，您放在一边好了。好，放在一边好了。今天我也给您泡上了一点，等会儿看看喝喝您喜不喜欢。那个我知道您平时喝普洱茶多一点，岩茶呢，我觉得也很好。第一，它不像绿茶那么刺激，它也是半发酵的，然后那个味道也稍微醇厚一点，也很香。您尝尝看，这个是武夷山的，烫哦。我开那个杂货店的时候，有很多美女来买。一定要强调，只有美女才能来买吗？只有美女来买。美女来买的时候问说。没有人请你吃饭吗？你这么漂亮的女孩。他们都说美女很多男人很怕，不敢来请。所以一碗白饭，一勺子咸鱼酱就搞定了。就搞定了。那这样就减少了被出去约吃饭的机会了。也不是，就是没有了。其实美女相当可怜的。很多美女其实是没有人约她们出去吃饭的，对，因为很多男人没有胆去约她们，对，是不是？这个方面您一直都很有胆的哈。
我最近是看到您的新闻呢，哎呀，我还是蛮感动的，说您决定把自己的收藏都送人，对，然后带着助理就开始住在酒店里啊。您的想法是不是要这辈子把挣到的钱都花光才是成功的人生啊？花光才是你会花钱嘛？对啊，不花光不会花，不为什会花。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知道您有很多的收藏啊，包括像拐杖，您就收了好像上百根的各种各样的拐杖。对，然后您也有过去也画很多领带呀、什么，就是一方面你自己有创作，一方面也有收藏。这么多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送出去，不心疼吗？心疼说不上心疼，你到了某个程度，你就把它们断舍离的送人，他们喜欢，比我自己喜欢更多，所以就送了。什么东西是不送的呢？身边的一些好像跟着我很多年的几位女性啊，一些按摩师傅啦，这些不能送的。哦，对，我知道东西呢，东西有哪些不愿意送的？没有了，没有了。真的。以前我开一个书法展，都有100万左右了的收入，净收入，也送了，也送了，捐掉了，捐掉，可以去买救伤车，送给医院，这次在吉隆坡啊，在马来西亚。他们很喜欢我的书法，谢谢他们。那是都是写完了送了，卖掉。所以就像您很喜欢的一首诗哈，我有一壶酒，足以慰红尘，是吧？现在就洒到江海里边了，大家都可以饮一杯了。我住在那边，很漂亮的，每天看。都不一样，维多利亚海港嘛，每天的看到各式各样的船来来去去，有时候雾很大，看不到船，但是听得到船的声音，不，汽笛的声音，那么，有一点走了，就最好就我。已经关照下来，最好把骨灰撒在海港上，但是现在不准人家。不是你想撒就可以撒了。所以人生也是像一个，每一个人当然都是过客哈。所以这个弘一法师曾经说嘛，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啊。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啊。是否也某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看着这个芸芸众生啊，看着这个世界从自己的门口经过这样子。要说是我经过，我活过，那就是你的。如果连这个都没学会的话，那不是你的。对，所以像苏东坡说的这个，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哈，最后是贤者得之，对吧？对，有这份心的人才会得到。对。如果每一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世界的乐趣哈。对。是这样啊，中国人呢谈死亡的问题一直有一点禁忌，对您有吗？以前没有活过的时候就有，活过了就没有了，要吃的东西吃过了，
要玩的地方玩过，那干什么竞技来干什么呢？走是一定要走的嘛。就要走的比较潇洒一点。而且这么拼命的写书、练书法，这么拼命的出了很多版本的书。都是因为怕老了以后没钱用。哦，主要是因为有这种焦虑吗？有的啊。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焦虑，就怕老了没钱用。对，对，那就很痛苦。我跟倪匡先生最大的不同，他是外星人，他很厉害的。但是他到年纪老的时候，他的脚生了一颗肿瘤，让他老年的时候活得并不是太如意，很辛苦。真的是，他是教了我很多，是我的好朋友，他教我太多了。最大的上的一个课呢，就是痛苦是你想出来的。你不去想，精神上就没有痛苦了。有一句话叫做“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其他的一切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来的”。都是带来的，都是。所以，他还是我的老师。他后来晚年的时候，你看到他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痛苦，还是说因为没有钱了？你会替老朋友感到钱还是够用的，他是够用的。但是他的儿子不让我们再去看他，那就没有去看了。那是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怎么办？肉体上的痛苦很痛的时候，拼命吃沙律冻，沙律冻可以吃咸鱼酱。不是啊，不行吗？行，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您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读的时候，我都笑起来了。你就说这个享受人生的快乐，一定要牺牲一点点健康啊。你可以讲讲你的哪些快乐是需要牺牲一点健康的？那你喝醉了很痛苦吗？要呕吐啊什么？喝酒啊什么？喝酒那都要带来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您明明知道这个会带来一点健康的问题，还是觉得能够快乐在当下最值得吗？值不值得的问题，你认为值得，那就不会，就不要紧。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不听医生的？就是医生说要健康要怎么样，你偏不听的，有什么事情？因为现在也没什么自己控制，也没什么。什么给你平时带来很大快乐呢？你现在觉得每天还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是什么事情？吃好东西咯。那像医生就会说不能吃这么多咸的东西，对心血管不好。那你也不听？那是医生嘛。我也是医生，我医我的头脑。所以这些话是不听医生的，对吧？到了最后，家里权力最大的是女人。所以说女人不必跟我们讲平等的，她是比我们厉害得多。以前我喜欢留一点胡子。我留胡子的时候，我老婆不喜欢。就叫我不能留胡子。你很郁闷。我说留胡子又有怎么样？不能。你不是说他不管你吗？管，我没有说不管，管。管。
女人是天性，一定要管男人的，那没有办法，那是天性。OK， 那么我只有听咯。那么他就叫我爸爸来跟我讲，剃掉。哦，那么我只好剃掉。等我爸爸走了，我又开始留胡子。你青春期好长啊！又开始留胡子的时候，他这次就叫我妈妈来出来，就剃掉啊。后来我妈妈走了，我又留胡子，不行，这次要叫谁？后来怎么办呢？后来他是我自己讲，那么他叫我不能留胡子，他年纪也大了那时候。你主要是没有力气吵架了，对吧？就听他的。你男人跟女人吵架是那个男人是最笨的男人，你不能赢过他们嘛？吵来干什么？你说这话就是讽刺女人好像不讲道理嘛？不是，是说不听你的道理。那么我就现在他也走了，然后又开始留。你没有啊，现在没有胡子啊。这留到一半，我觉得很闷，我就自己剃掉了，不必让他讲了。现在我就随时喜欢留就留，随时喜欢剃就剃，这个是我很自由的状态。你反而觉得现在没有人来管你了哈？很自由，很好。我租最好的房子来住，我怎么用都用不完嘛，这事情。所以我现在是最好的。中国人呢，过去是非常看重传宗接代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用生育小孩，来抵抗对死亡的恐惧嘛。因为觉得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得以延续和传递啊。您从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不要孩子，到了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后悔呢？一点后悔都没有。因为我不喜欢有小孩子，是因为我照顾不了，我自己都没长大。太贪玩了，对吧？不想有这么多的责任了，是不是？对。你的老朋友们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话题？像金庸啊、黄沾啊、倪匡啊，他们都有小孩的吗？有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我的哥哥弟弟都有小孩，所以不必我来生了。生来干什么？没用啊！我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要做来干什么？所以这个想法从年轻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没有。我决定的很早。是不是你反而会看到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很受小孩子管？因为很多人年纪大了，其实都是还要被孩子管呢。年纪大了都要被子女管呢。我不知道，我没有孩子，所以不管了。我最不喜欢人家管我。从小就是这样。对。什么事情让你从小就觉得，自由很重要？我在日本拍电影，然后我做监制。王宇有一部戏在韩国拍。周文怀叫我去，周文怀是我的上司。你去把他搞定。我说我回去收拾一下，不要收拾。太紧迫了，他们那边差一点打起来了。马上要走。只有听他们呢，马上走。果然把事情搞定了。回到家里，我养的一笼麻雀都死掉了。金丝雀是不是？你养的很普通的麻雀。
那么从此以后，我就认为说，你照顾不了的事，你不要去照顾。那么我照顾不了孩子嘛，我就发誓不再养什么。总体上来说，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我当然是乐观主义者了，而是我的乐观没有害到别人吗？我只是喜欢吃吃喝喝罢了。为什么你们要追迫我？谁在追迫你？根本没有人在追迫你。因为有一些人是因为对人生有悲观的看法，所以他反而很迫切的希望每一天都过得有意思、有趣。要怎么想都可以。那您怎么想的？您怎么想？我就要快乐，就要每天要快乐。我只要求一点点的快乐。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为什么一直追问我？对，追问你，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如果一辈子都能够有快乐，这样的人生好值得期待啊。说说这个男女的话题哈，那个时候您和黄沾还有倪匡做《今夜不设防》，对，讲了很多男女的这个话题哈。今天要是回头看起来，其实当年你们对女性的一些评论呢，不是很有礼貌，因为现在这么想起来，就是比较站在大男人的角度去评判女人，就有我们今天话叫比较物化女性的。我不知道您后来再回头看有没有这个自己的一点那个想法？绝对有的，而且很大的歧视。今天这样的节目都播不出来了，我跟您说。是，所以人家爱看的并不是一定对的嘛。人家那个错误，人家也爱看，人家爱看错误多过爱看你在那边讲正确的事，讲正确的事。大家都知道，你到最后还是打不过他们，所以让我们讲讲吧。我记得那时候您是说到说女人呢一定要娇啊，一定要柔啊，一定要嗔啊，会撒娇嘛，这个意思哈。然后觉得如果女人太独立了就不可爱。您现在还是这样的观点吗？我认为独立更可爱。您要真诚啊！独立了才可爱嘛，不独立有什么可爱呢？要他们有自由的观念，要他们有自主的精神，那种女人才好。要不然的话，整天只是谈车子、谈衣服，那种女人笨得很啊！你5分钟你就完全知道她的脑里面想些什么。那种女人不行的，就无趣了。无趣。虽然长得很漂亮也没用。我常常讲，如果大家能记得的话，我说女人最漂亮的地方。不是胸部，不是屁股，是脑啊！这个脑要有趣才有用啊！可以聊个半天嘛。对。那种事情，只能够做15分钟最多吧。所以你最反感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最反感的男人，第一，你一出来，鼻毛都生出来了，那种男人怎么可以呢？这么很难看嘛，对吧？不修边幅的男人不可以。不修边幅是精神上不修边幅啊，你外表一定要好看啊，这个是基本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你是看不上？男人也还有那种。只会用金钱来衡量啊！我赚了多少钱？这种男人也很讨厌。那种男人也是5分钟、15分钟，你也能够了解他一生。很讨厌。我最不喜欢。还有呢，如果是当着别人的面讲过去
过去老婆或者是是朋友的所以我女朋友的坏话的，是不是你也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李敖，就是讲他把他离过婚的即使的细节拿出来讲，这种男人是什么男人嘛？不喜欢。我的要求并不是太高，我认为不可以的，有一些界限，有一些界限，有的。其实这也是很多人说您还是一位绅士哈，就是这种体面和尊重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这样？也其中之一，其中之一，很小的部分，很少的一部分。20多年前，我记得当时呢，我开始这个创业，在香港开始创业。当然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经验啊，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后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蔡澜先生啊评论了，说啊你这个杨澜呢，为什么不好好做一个主持人，就漂漂亮亮的每天做这些节目很好，为什么要去创业呢？女人最好不要这么有企图心啊，就是说。我有讲过吗？是真的，反正是我听来的。没有吗？没有，不会啊，没有，我没有。漂亮的女人，什么都要漂亮，才叫漂亮的女人。所以也包括有勇气去创业什么的。有我喜欢女人创业的。那还好，我就隔了20年跟您澄清一下，不然我们大家都有误会。我喜欢你的那时候，所以您其实并不是说需要女人很依赖男人，就会撒娇，这种才是你喜欢的类型。绝对不是。我看到您给很多年轻人，包括男生和女生。写的那个回信啊，讲到他们一些情感的困扰啊，你也特别对那些女孩子，就是说，你要先学会独立，再学会爱啊。对。今天你对于我们包括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女孩子，她们也可能对感情有很多的困惑。你想跟她们讲什么呢？我想跟她们讲说。先学会做一个女人，做女人不容易，尤其在香港，不过在香港有好处就是，女人很强，比男人聪明得多，香港，日本就不是了，日本女人要。慢慢强起来，但是到现在是很弱的，韩国也是很弱，香港很厉害。欧洲国家现在也很多呀，欧洲国家你看那个内阁成员呢，一半以上都是女性。是因为欧洲国家强调女人，而且变成非常讨厌。什么让你感到讨厌呢？这个位置不应该是他们做的，他们去做。这个很讨厌。现在你拍好莱坞电影，一半是男的，一半一定是女的。你不能够强调是谁比较强，不能。所以您的想法就是，不要因为单纯的政治正确而让不合适的人做一些事情，对吧？对。还是最终要看你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有些真正厉害的。已经50岁左右了，头发全白，讲话有她的风度，哇，这种女人好看得不了得了。你可能指这个 Christine Lagarde 这样的现在也有了。中国也有一些女性开始，对，包括头发也不染呢，然后就是一种很自然、很有自己的内涵。还是少，很可惜。因为中国这么几千年的历史，女性还是为了悦己者而容嘛。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社会当中，即使是很年轻的女性，虽然她们认为自己很独立了，但是实际上还是会有很多像。容貌的焦虑啊，年龄的焦虑啊，是否结婚、是否生孩子的焦虑啊，其实就是也说明他们还是生活在一个
双重标准之下的，你知道吗？那种没有办法，那个他们是只好做乡下婆。这乡下还是很，还没有结婚吗？还有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是整个社会让他养成这样，不是他们的错。现在有一些男生呢，也在抱怨，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呢，还有收彩礼的习惯呢。这种男人也不要也算了。怎么了？他付不起彩礼啊。那种男人也没什么用。您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的想法，我说真正平等的话，那就大家要受一样的教育，那么就可以了。还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的话，还是这个社会，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还是不行。您觉得这个平等是什么的平等呢？什么叫平等？平等就是受同样的教育，叫平等，或者有同样的机会能够做自己了。做自己不算是平等啊，做自己不算。这句话讲很好。能够做到自己的话，就是这个是真正的平等。Bernard Shaw 萧伯纳也说过一些对于情感，我觉得也是带有一点点刻薄的话，也很有意思。他比较聪明一点，比较聪明一点。他说：“这个想结婚就结婚吧，想离婚想单身就单身吧，反正你们都会后悔的。”有点像钱钟书说的这个围城进去的人要出来外面的人要进去，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意思。但是你看，还有一位呢，就是这个 Mark Twain 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他也经常会说一些带有一点尖锐和刻薄的顽皮的话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后来还有一次引用他说呢，这个爱情就像是奔跑就像是奔跑，很热烈那么婚姻呢，就像是生长，就像个植物一样生长。他说，如果你没有经过20年的婚姻，你很难体会它的好处。您对他的这个话有什么样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地方吗？10年的婚姻有时候气死了。也不是所有人的20年的婚姻都是好的，是吧？比较这些人都是那个年代算起来是都比较需要，是需要这样，人家才买他们的书嘛。是需要的，有时候我这些我都喜欢看。中国的历史上的才子里面，你最欣赏哪几位呢？辛弃疾啦，这些诗人词人我喜欢的。有些只有短短的一个词，你就可以不必长篇大论，就是点着火把。在半路在走，原来是好朋友要离开了，要来送他的，去那边去酒楼喝酒，一讲哇，一路这个讲了话，大家都听到，很厉害，很大声，把那个他的床也把它翻掉了，喝酒啊。这几句话，把男人之间的感情通通写出来，有声有色，推倒河床，有声有色，别人看的人都说你们很疏狂，我疏狂又怎么样？人生这么短狂一点又怎么样了？对，这样我喜欢，你喜欢比较性情的中人的那种。这就是还要有才气。几句话，我喜欢又短又精致的几句话，这种我喜欢的。我最近越看越多最近在看谁的东西？所以这又看回一唐诗了。
红豆生南果。春来发几枝，春天了开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此物最相思，又可以翻到红豆生南果了，可以这样读的。可以这样读，循环的来读。非常之好。古诗古文到底有流传了几百年、1000多年，还是有它的道理。您的这些老朋友，您最怀念的是谁？我还是怀念倪匡先生。他实在是一个外星人。怎么讲？他完全想法完全脱俗。我还是喜欢。金庸先生当然他的才气很厉害，我们都追不上，我们不能当他是朋友，只能够是老师。王川比较，他也比较疏狂啊，疏狂，也为爱情这个疯狂过。你有没有跟他去调侃过他？有，他也认识了我以后。就把那个他的女朋友那个林燕妮讲林燕妮的事情给我听，我说千万不要再讲了。为什么？我说要是我是一个不是跟你很熟的人，我又讲给他听，何必呢？结果弄得人家都不高兴，何必？我再想想也有道理。你们那时候在一起聊得高兴，也有想把这个胡床掀翻的时候啊？有的。有的。所以年轻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有乐趣的事情，有的，值得回味的。有的。回想起来，年轻时候自己很疯狂的那种、很疏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再给我们讲讲？我有一次，倪匡已经移民到三藩市了，他的老婆刚好回来香港，所以剩下他和我2个，他就到房间里面找了2瓶。extra 那个白兰地里面 XO 不算什么，是 extra 是最好的白兰地。我就打电话，我说你跟我叫一辆 Limousine 长的，长的加长的礼宾车啊。我们打开上面的窗，打开上面的门，我们2个人伸头出去，一个人拿一瓶酒，就在那边灌。主要是给路边的人看的。我们2个不必。很好。就到一个餐厅去。倪匡一句英文都不会讲。看。那就您语言好像是很厉害。英语、日语好像都很强。当然我要让他有面子。还看，哇，那个我们要去吃生蚝嘛。什么地方的生蚝都有。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什么生蚝都有。你看了那个菜单以后，他向那个侍者说。从这里到这里都要，他就all 都要。他说他只懂得一句all。您最近其实也说到写书法嘛，写书法，您说您最近喜欢这个黄庭坚和元稹的黄庭坚呢，我可以理解哈，黄庭坚那叫什么？形容他的这个书法叫什么？长枪大戟是吧？汪洋自肆啊，就是他是一个伸胳膊伸腿的那样的一个字啊。元稹的字也是很有才气了，是。但是我看到您最近写的字是越来越圆润，就是好像没有棱角了。不是人家喜欢，人家要求呀。那您自己是怎么？您自己学书法？我我现在都是，我只是有些地书，有一些我写不来，但是行书我可以。
我主要的是帮帮大家嘛，那就是个大家喜欢你写这些有一点禅意的，是不是？是不是有一点和尚气的那个书？我喜欢的，是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的，希望弘一法师到最后写4个字，我希望写2个。弘一法师写的是悲心交集嘛？您想写哪2个字？还没有想，还没有想到，那为什么一定要2个字，不能3个字呢？因为也可以，也不是不行，我只要比他短就是了。哦，所以现在还在想。这一直在想写几个字，我已经想了，叫做我活过，3个字。我活过，要用什么样的字体写呢？行书吧，我行书、草书我都可以。说到你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兴趣哈，无论是绘画呀、音乐呀、写作啊、书法呀、美食啊等等。我很赞赏您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做这些事就想着要怎么样出名，那你就变成有自己的负担，就会成为一个次等货。是。那能不能说说您这个想法的由来？你还没有做好一件事情，你就要成功，不可能。这个书法种种是一个很漫长的学习过程，一定要花很多时间下去。电影也是，写作也是，都要很努力的去学。比如那个时候，做电影监制，你要努力到学什么呢？我要努力的生活呀。我生活了以后。这个镜头本来是导演说好了 ，OK 了的，可以出街了。我说不行不行，再来。为什么？因为我经验过人生，所以你经验过人生的时候，真正的人生不是这样的，绝对不会这种想法。比如此类了，就是所以你要是看到有一个演员的表演或者一个剧本写的东西，不是真正的人生的那个状态，本来就不会有了，但是尽量接触，尽量让它真实一点，你才有观众跟你才有同感嘛。那说美食呢？美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天赋吗？你为美食还要下什么功夫呢？一个人做其他的行为，刷牙也好，其他的也好，都不比吃东西的次数更多。一天要吃3餐呐，有时候4餐。每一天要做的事情，你还不做好它。笨蛋。对，人也不是只是为了活着而在吃，是吧？这一点要求不高啊，而且应该要求的。你的要求会是怎么样？要求东西很真，一碗白粥也要做的，我奶妈做一个早餐。做得很好，因为他真的是拿出他的心情出来做给我吃。那我也希望这样的态度来对别人，我也要求别人这样的态度来制作我的3餐。所以如果用你的名字做的东西，你觉得他没有真的用心来做的，你就会不让他们用你的名字，是不是？没有，那是很难哦，很难，不容易。但是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感动过你的一个做食物的人？什么样的人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你觉得这个才叫食神。我们昨天晚上去吃。做了一道什么菜让你喜欢？那是做了那天妇罗。天妇罗
人家都以为就是炸一炸，不就裹一点面炸一炸吗？不是，先从食材开始。这个食材一定要很新鲜，最好的食材。吃的付的钱跟寿司一模一样，因为它是用生的材料去炸给你吃。追求一种极致的感受，对不对？我的极致是态度。金庸先生说您啊是琴棋书画、财色酒气、吃喝嫖赌啊。当然他说你不嫖不赌啊。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你觉得在这么多不同门类的艺术或者是一些情趣的方面，他们背后相通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真字。没有这个真字，什么都是假了。所以真字最可贵，真字最高级，对不对？对。所以像这些年，您回头再看过去的一些文人或者是一些画家的作品，你会特别的欣赏哪一类的？这种文字上，图画的形象上，几个字或者几笔画，都能够是带着声音了。这个人骑马传神，是吧？骑炉子。傅兴义有一幅骑炉子。经过一个大石头。大石头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石头顶在这个石头上。这个马走到那边吓了一跳，因为听到它咕噜咕噜风一吹，又有声音又有想象力，这种就很厉害。电影也是一样。有一部电影叫做《2001年太空漫游》嘛， Space Odyssey。那个是人工智能那个最早的一部电影，对，什么都有。我在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纪录片的时候，MIT，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那个创始人，就是2001 Space Odyssey 的顾问。就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机器，有个人工智能。会把这一个 crew 都杀掉，所以你看，很多人都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而开始做人工智能的，是很有意思。但是您倒是没有因为这个爱上科学哈，比较没趣。现在也有趣了，是事实啊，有趣没趣是另外一回事。它里面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呢，他的男主角从的地球上传来消息，生日快乐啊！那么他在对着镜头讲话，另外一边呢，这个电脑在学5本书，拼命在学嘛，对，你没有嘛，你还在那边生日快乐嘛？这部戏真的是第一流的戏，对，很有预言性哈，很有预言性。所以您应该最近也看到，现在人工智能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啊。这个 AIGC 啊，也可以就是人写一个剧本，它给你生成一段电影，还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的。是，但是像那么一回事，这个道理在像，不是人，不真。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类的创造是贝多芬啊，什么都是很真嘛，这些人，李白的诗词啦，都是很真的。我们不够机器，技术上我们不够机器，但是在感情上我们比机器要真。这个真呢，可以让你活很久很久。对，就像历史当中真正能够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是因为它有真的东西。对，我在看林语堂那个《生活的艺术》哈，还有看那个李渔写的《闲情偶记》啊，
我都会不自觉的想到您。你比如说鲤鱼，他就写怎么养牡丹花，对吧？怎么做一道菜啊？怎么样念一段那戏文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怎么样养一块青苔养一块青苔，就要把这个青苔养得刚刚好，也是很有学问的。但是我实际上是在想，其实这些人对生活的艺术如此的讲究。其实也往往是因为他们想对于更大的社会的发展想参与，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也有一种苦闷在这个后边。有的，在您身上有吗？我这一点有偶尔很可惜我不能做到这样，我很可惜这样那样，很多一定有遗憾的，这些遗憾不要紧。不要紧，什么要紧呢？要紧，吃喝玩乐就要紧。因为你讲到金庸先生，我也曾经有幸跟他做过2次访问黄沾先生也是非常遗憾没有跟倪匡先生做过访问。这些人都有过人之处，他们的过人之处呢，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力特别好。我跟茶生，我们叫他茶生，对，一块旅行，我们到澳洲去，那么他去年我们也跟他去过，他能够记得去年的，我说我要再听歌剧。他会记得电话号码是几号，他能够打过去，就马上可以订到位置。所以这些人的头脑记忆力一定特别好的。这个是父母亲生给你，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就没有，我就没有。他有。所以他记得每一个人的表情怎么样，这个王药师的药怎么配，这个那一个少林武功是怎么样子，点穴是怎么样，他都记得，所以他用为自己可以运用。我们不会一本小说一开始写到后边连不起来了，对吧？古龙古龙，后面自己编不到一起了。没事。但是像他们有没有也跟您会讲一讲他们自己的苦闷呢？苦闷和无奈的事情。看人。茶先生从来不表露。王沾这每一句话都在表露。看人，看人，对，很有意思的这个。现在想起来都有一些，这些人物我们能够遇到，能够聊天，能够一起旅行，不容易了。其实很有缘分的哈，即使你也想起来很有缘分，很有缘分。您现在写书法作品，好像落款都会有墨戏2个字哈。笔墨的墨，游戏的戏，其实也是您的一个态度嘛，就是你觉得要有一个玩的心态哈，要的，是不是有到现在也没有玩够的感觉？玩不完的？玩不完。怎么讲？一个有的时候人那个太多了，这个是一个宇宙，太多了。你怎么来形容现在自己的心态？依然是很有好奇心吗？有吗？有，玩心很重的。学不完。学不完。最近在学什么呢？最近就是我跟你讲过，就是刚才讲过，就是最近还是在看诗词歌赋了，又回去。又回去反而能够看出年轻时候看不出来的东西。对。像您刚才说到红豆生南国，那不是就是
刚刚开蒙的小孩子就都会背了。现在到了老年了，回头看也会觉得它的好看。你看可以循环的嘛。以前没有看不出这个循环。你这辈子有没有觉得手边没钱、很窘迫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很努力。很努力挣钱。很努力。很努力。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一定要很努力的挣钱。我妈妈跟我讲的。一定要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多一点自由。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赚了，我没有说拿来乱花掉，没有，并不是挥霍的。什么样的花钱的地方是算花的好的？买古董字画咯。这个我买身边的陶器啊。瓷器啊，这都是我喜欢。我来浪费在我的产品上。人家说过去的文人呢，说这个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啊。你说是喜为五斗米折腰啊？这怎么来讲呢？怎么来讲呢？为什么这个为五斗米折腰还可以那么欢喜呢？能够有五斗米。第一，你就很高兴了嘛。吃得饱。如果能够折腰就折吧，又有什么关系呢？情操上你自己知道你很干净，就是。我们很干净的，这年纪大了都要干净了。年纪越大越要干净。也要干净。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老年人都不管这些。这个很悲哀。这是一个人的体面就是这样，内外都是这样，要干净的。要干净。但是年轻的时候也有没有一些钱你是不赚的？因为其实在我看来，您赚的钱都是辛苦钱呢。都是自己去工作啊，去写作啊，去做这些事情，挣到的钱。我总会留80%，我用2%。所以有未雨绸缪的这个。永远。所以在花钱方面，您并不是那么任性、大手大脚那个。没有，这胡床可以掀翻的，钱不可以乱花，是不是？妈妈会骂。妈妈会骂。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有一点积蓄是能够给人带来尊严的，对不对？尊严、自由，很重要。越花越有吗？越花越有。越花学到的东西越多嘛。有没有被人家骗过钱？有，上法庭把他告的，他也很痛苦。让您跟年轻人们有一些对话哈。您对这个新的事物一直有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您觉得这对于人一生的快乐重要吗？非常之重要，好奇心很重要。而且就显出钱更重要。因为你有了钱，你要最新的 iPad 我就换掉，你要怎么样我换掉。别人年轻人不可能像我这样乱花的。所以您怎么来界定一个人心态是不是年轻呢？看他怎么还要不要赚，看他怎么还要不要用。看钱很重要。我妈妈强调的看钱很重要。但是又有一些钱你是不赚的，对不对？有的钱赚还是赚了。能赚就还是赚了。赚了以后你要怎么用，那是要决定的事情。现在书法可以
捐给人家，不是多好吗？也很好啊！但是您刚才说年轻时候好不容易赚了点钱，买了一点古董字画，那这2年你又把它散掉了，不觉得可惜吗？有什么可惜呢？他们比你还要更爱，就不可惜了。所以其实你也要做很多的准备，才能够把它送给合适的人呢。也并不是说大散家财就随便的。我看他的兴趣比我还要大，那么你就说掉，你现在也，所以你也不是守财奴啊，就是喜欢赚钱，但也并不守财。哎，这个是不是妈妈教你的？这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啊？还是妈妈了？妈妈也有教过这个吗？妈妈没有教我怎么乱花钱，但是妈妈说应该花就花了，这点她倒讲过。我很尊敬我妈妈。我妈妈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人来的。怎么讲？她是一个校长。但是家里要用到，他钱永远拿得出来。怎么会拿得出呢？我爸爸有一个朋友是商人来的，他每一次这个朋友姓许，许伯伯买很多不同的股票，我妈妈说我也要买。许伯伯说：“那你要买哪一种股票？”我妈妈说：“我要买军火的股票。”厉害！但是在他那个时候可不是吗？这个到处都是战乱嘛，他很有眼光啊，很有眼光，知道什么样的是军火的股票。那个时候你多大呢？那时候我10几岁，我看的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所以你看，你妈妈是个女校长，她也很强的女人呢，对不对？而且有见识，在她那个年代就很有见识和格局了，对不对？至少知道什么叫做股票，还知道买军火的股票。你看啊，现在有的年轻人就要问你，说蔡澜先生啊，说我感觉你是一个活得很爽快的人哈，那我现在究竟是要活在当下啊，还是要做好人生的规划呢？2种都要，两样都要。可以的话，不容易；可以的话，可以的话，你何必不做呢？所以你也并不是鼓励他有什么钱都现在都花光，对吧？还是要存起来的哈。就现在网络上很流行2个词，一个叫内卷，一个叫躺平。其实就是在竞争压力很大、机会相对少的时候，要么你就使劲的努力啦，就是把逼着自己越做越，要不然就干脆就是 give up， 就是说我不干了，是吧？我躺平了。对于这项年轻人，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和建议呢？2者选中一种，只能选一个吗？只能选中一个，你就没有烦恼了。但是躺平就躺平了，我要躺平，你怎么样？你奈我如何？那就得下个月付得出房租才能躺平，就是那不能付不起房租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你就是永远都不快乐下去，那是你的事情。总之，你选一种，你就不会太伤心。你选2种都要，一定伤心，一定烦恼。在感情当中也是这样吗？一样。所以你常常在给年轻人回信的时候，他们如果有这种情感的烦恼，我发现你常常是对他们当头棒喝的那种，是吧？对，一定要当头棒喝。您的旅游经验也特别的丰富哈，其实现在回头看起来，就是真的在年轻的时候啊，你看啊，也工作了，也吃了，也玩了，也旅游了，也交朋友了，就会觉得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一种活法？是一种了。
古人都说要走千里路嘛，一样的道理。不，我个人比较幸福一点。我跟成龙去拍戏，我们是没有剧本，去到西班牙，坐下来没有剧本啊，几个人就聊天，聊，把剧本聊起来，到拍摄，到剪接，片子拿回去1年。我去旅行的地方1年。1年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而且我们好的就是当地的制作人员也是因为你要拍，他会准备最好的先给你看。所以我这一点比较别人幸福一点。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被压缩了，被挤压了。越来越快，人的注意力也很短啊。据说现在只有8秒钟，说比一个鲸鱼还要短，小鲸鱼还要短。对，现在就变成那种，那种传媒上那个，对，就是所有的电脑，所有的东西，你文字没有人看呢。就是越来越快，然后越来越碎片，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对，其实你是不是觉得人会因此而比较容易不开心？任何时候你会不开心，你就不开心。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不是，不是因为有工具在那边，不是因为你有手段在那边，不是，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一种喜欢文字的人，你就一直会喜欢下去。我爸爸喜欢文字，喜欢书法，我喜欢。我写的字比较开心一点，就是让你比较容易接受一点。这个是一个种子，会种在你的脑里面。你有了以后，你就会选择。那么你就会去选择你的将来要做的事情。有年轻人问呢，怎么样才能过一种不会后悔的人生？没有的，永远后悔。结婚已经是后悔了。人生中肯定是有很多遗憾的，不可能有什么没有后悔的人生啊。对，那或者说，在一个大家现在都在讲的，怎么样能够心理健康啊，怎么样能够开心一点啊，幸福一点？您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或者是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我就是尽量赚钱，尽量吃喝玩乐，尽量做不到的，尽量。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够去好好的生活过哈，他对于死亡的这种恐惧会减轻一点吗？是，好好的生活，过，好好的赚一点钱，你老了你就没有那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这是你给年轻人们的建议啊。是，讲一讲松弛感呢，就是如果外界的很多压力真的是让你感到很紧张、担心、焦虑，甚至已经有点抑郁了，有没有一些乐趣和小的事情能够建议大家做，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一点？坐地铁，你看到一个干干净净的老人或者年轻人，你会觉得比看到一个肮脏的好的很多。那么你要选择，你要做那个肮脏的，或者你要做那个干净的，这个是你的选择，我们帮你不了。其实最后要活成什么样子是你自己选的。自己选。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周边的东西让我们有后悔或者是无奈的时候，但是最终要活成什么样还是你自己选的。是你自己要自己选。这个 event 放不放烟花呢？这个我认为真正的好的艺术家是蔡国强。他的烟花放的真的是一流。怎么讲？为什么你觉得他的烟花是一流？第一，几千年来放烟花，
你只能够晚上看，晚上，蔡国强这个人，他也是外星人，他也是外，他也是外星人，对，他变成早上也可以放，对，这种想法已经很厉害，我很喜欢看，其实是不是有时候回头想，人生也是像烟花一样啊？会的，会的，会的，看你怎么样，你能够不能够突破。好，谢谢蔡先生，谢谢您的这个咸鱼酱。其实，人生如果是一碗白米饭，一定是需要一点咸鱼酱，要有一点风味，对吧？要有一点那个乐趣，而且是可以自己来选的。很便宜的，而且很便宜的，比较起来是很便宜的，很便宜的选择。这样就可以把80%的存起来。OK， 好，变成我们在给蔡先生做广告了。今天非常感谢蔡先生来到杨澜对话。前面我也说到，每个人人生啊，也就是3万来天。那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什么样的出身，而是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生活啊，就是这个活法。希望呢蔡先生的精彩的故事啊和他的想法啊，包括他生活中的那么多的乐趣，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启发啊，因为毕竟最终选择什么样的活法是你的事，不是其他人的事。OK， 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再见。